生活体验营勇敢攀登嘉明湖全程曝光。哑铃跟 John 搭上了台北到台东的普悠玛号，预计展开5天4夜的挑战嘉明湖壮举。途经花莲光复区时，全车乘客的手机都响起警戒声，就这么巧收到了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。搭了将近4个小时的车，我们终于抵达池上。夏天的午后阵雨正热烈欢迎着我们，雨水把池上车站衬托得更有质感。这也是哑铃跟 John 第一次来到这座设计感十足的车站。虽然大雨停下了我们的脚步，但挡不住我们的期待，因为这次我们要挑战高山上的天使之眼嘉明湖。来到池上，第一件事当然是先在小镇里寻找在地美食。漫步间，我们巧遇了这家超有特色的凤口冰室。我们点了招牌的面茶米汤圆，搭配黑芝麻万丹红豆牛奶冰，香浓的黑芝麻，绵密的红豆，加上 Q 弹米汤圆，每一口都是古老的回味。这价格配上这种美味，没有问题。这次我们的嘉明湖之行虽然报名了3天2夜的商业团，但为了不想行程太赶，我们特别在前后各加了1天，把整趟旅程变成更充裕、更惬意的5天4夜。第一次要去爬这种嘉明湖高山等级的。对呀，我的梦想，我从小的梦想。从小，我那些大学同学全部都有这个梦想，然后有的人30岁就放弃了。其实钢杯当然不重啊，这就是要走负重之后才知道帽子戴起来到底重不重。爬百岳背包的重量需要斤斤计较，经过严格筛选后，成果就是如此。昨晚睡了个好觉，今天正式启程。离集合时间还早，我们在池上民宿附近漫步。台东的景致真的太吸引人了，刚翻耕的水田像是一面巨大镜子，把蓝天白云与远方的山脉完美的倒映出来。看着耕耘机在田里穿梭，感受这份宁静又充满生机的农田美景，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好心情，准备迎向嘉明湖的挑战。眼看快到11点的集合时间了，我们回到池上火车站前汇合，坐上预约好的9人座小巴，装备上车，正式往嘉明湖登山口出发。车子一路驶入山区，你们知道这是几号公路吗？答案就是著名的台20线南横公路。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地的绿色稻田，逐渐转变成巍峨交错的山谷与高山峡谷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，气温渐渐转凉，心跳也跟着加速。嘉明湖，我们来了哦！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顺利抵达了向阳登山口。向导正带着我们到管理中心办理身份验证，手续完成后，大家接着集合在一起，准备认真聆听管理员宣导登山安全与生态保育注意事项。这边是有熊的国度，没有像日本那么凶残我们这边有熊啊。每年的4月到11月，我们这边熊就在山屋附近，今天碰不到。现在山屋再往上一点，碰到了熊那6月份我值班的时候呢，车速的车友半夜求救，因为熊爬到引擎盖上来了。OK， 好，抓到熊来，请问会怎么办？好可爱哦！管理员就会去做放鞭。好大一只哦，很毒是不是？没有血清。台湾毒蛇啊！这一只水鹿所以什么？我们4月份刚调查完，我们抓回来的有90几只。他就在这边爬，然后我就说等一下让他爬完呢。也是毒蛇吗？就是龟锯齿是龟壳哦，就是龟壳。不会害怕吗？不会呢，因为我没有对他怎么样。哇塞，真的好刺激哦！这边很多蛇啊，不一定只有。他比较怕。刚刚管理员宣导时提到的黑熊、龟壳花、黄喉貂，还有珍贵的山椒鱼，各种野生动物的名字还在脑海里惊恐悸荡。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，我们连同向导一行7人正式踏入嘉明湖国家步道。这座高山森林冒险正式展开，希望这趟旅程我们跟野生动物都能和平共处。
今天的任务很明确，就是要一路走到向阳山屋，全程大约4.3公里。虽然身上背着约5公斤的装备，但对雅令和 John 来说，这样的体能挑战应该是绰绰有余。沿途走在林荫步道里，心情格外放松，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1公里处的休息凉亭。哎，我们1K 了耶！好棒哦，1K 了。稍微补充水分，稍作休息后，我们继续向前迈进。来到大约1.5公里处的观景台，视野瞬间开阔。站在这里，映入眼帘的是极具震撼力的关山大崩壁。顺着山势望去，眼前这座巍峨的大山就是标高3668公尺，素有南台首霸之称的关山，旁边还连绵着塔关山与关山岭山，这几座名峰构成了南横最壮丽的脊梁。站在这里，远眺这片地质与高山奇景，深刻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气势。离开了视野辽阔的观景台，我们调整好呼吸，继续踏上这段往向阳山屋的路程。随着海拔逐渐爬升，空气里的温度转凉，林荫也越来越浓密。沿途的山径偶有微风吹过，踏着稳定节奏，一步步向上迈进，看着前方蜿蜒的山道，这就是高山践行最令人沉醉的时刻。这次带领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向导。别看她年轻，她登顶嘉明湖的记录居然已经累积超过50次了。沿途她跟我们分享，爬百岳从来都不是在拼冲劲，而是一场考验耐力与节奏的修炼。听着她丰富的经验谈，跟着她的步伐前进，让人感到格外安心又踏实。走着走着，脚下的触感变得格外松软。我们现在正走在一片由台湾2叶松铺成的松针步道上，满地的红褐色落叶就像是大自然特地铺设的高山地毯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脚下传来沙沙的轻柔声响，伴随空气中淡淡的松脂香气，走起来舒服又疗愈。走着走着，不经意间抬头一看，挺拔的松木穿透云霄，湛蓝的天空下，阳光穿过树冠，洒落斑驳光影，山岚如轻纱般在林间缭绕，松木、蓝天、光影与山岚交织在一起，组合成了这幅仙气飘飘的绝美画面。看到前面这些铁架，原本以为是在施工，向导跟我们解释，这是正在搭建的流笼架，主要是为了方便运送山区维修物资而特地架设的。松萝，这个是松萝，像菜瓜布的，马上又有太阳了。对对对，松萝就是这样的。环境的检测器，哪一个？它是5叶啊，转给我，哎，转错。我们心肺功能我看很高哎。对，这样子，1、2、3，哎，对。哦，我怎么样剪都是2叶，哎，这个5叶，哎，没有，还是2叶。哦，玉山胡颓。刚刚走在林间，看到树枝上挂满像丝线一样的绿色植物，这就是松萝。它是一种对环境极度敏感的地衣，只生长在空气极为清新、湿度充足的高山森林里。看到满树的松萝，就代表我们正身处在最纯净、完全没有污染的大自然天然森林域之中。路边这株植物叫台湾马醉木，全株含有毒性，据说连马儿误食都会昏醉倒地。哇，松萝、松果。这个孩子 Hello， 你，Merry Christmas。你看，有人故意装饰的，对，超可爱的，故意做个装饰，超厉害的。它怎么活的？你看，都断了。而且那个它的枝都好粗哦。桃园，好，桃园你好，嗨，你好我。不想走了，难得帅你的美，我真的不想走了。好，我明天上来再陪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背瓦斯桶吗？
我今天上去背2桶瓦斯桶，哦，是哦，这个是空桶了，空桶了。这空桶了哈。对对对哇，塞，加油啊 ！OK 啦，好，拜拜啦。拜拜。从嘉明湖国家步道入口到向阳山屋，全程大约是4.3公里。向导跟我们分享，在海拔2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健行，不追求速度，通常会以1公里步行1小时的稳健节奏来前进拍。到你了。这样的缓步前进，反而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好好观察沿途的风光。台湾高山的植物与生态环境真的非常丰富多样，从低海拔的阔叶林，逐渐过渡到中高海拔的针叶林、针阔叶混交林，再到路旁随处可见的苔藓、地衣与高山花草。每迈出一步，每抬头一次，都能感受大自然林相转变的独特魅力。下午1点，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正式出发。一路上，脚下的山径意外的平缓好走，凉爽的微风伴随着林间洒落的光影，让步伐显得格外轻盈。原本以为会是一场硬仗，没想到走着走着，眼前的视野突然开阔。低头看看时间，竟然才下午3点47分。我们只花了不到3个小时，就顺利抵达了向阳山屋。向阳山屋。果然，这种平坦的路段走起来就是有效率。要是换成一路陡升或是考验膝盖的急下坡，按照山里的规律，大概真的走1公里就要耗掉整整1个小时呢。我们来看看向阳山屋长什么样子，带各位绕绕。哦，嘉明湖步道明天4.1公里，嘉明湖山屋。对，大概是吧。哇，厨房好多啊，厕所在这里。来啊，讲话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啊，拿那些是什么意思？无痕山林是干嘛？我们有业绩压力，就是早上上下是哦拍一张。垃圾处理大下山。哦，规定的是不是？好的，完成任务，你们有爱心，耶！向阳山屋床位每晚400元，住宿日前2个月至前5日开放线上申请，系统会在住宿日前30日的下午3点进行床位抽签，如果中签，必须在收到通知后5天内完成线上缴费。另外，要跟协作预定晚餐加早餐加睡袋一个800元。打开，山景第1排。这次我们是报名商业团3天2夜，每人7900元，一次全都搞定，省去抽签、用餐等的麻烦事。2000，各位，这到嘉明湖应该就爆掉了， 2800面包就肿成这样子。好肿哦，好好笑哦。我们要姜茶，来，他说2个桶。哇，好香哦！哪里？哇，姜茶，哇，超级香的。先拿这样子喝喝看，对，不要太多，不要下太多。热水哎，你要泡咖啡吗？对，晚餐可以拍一下吗？是吗？可以拍一下。 6个掉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切6个嘛，因为你刚刚说7个啊。超棒的！哦，那我们领队还帮忙准备耶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拍老公的眼，我拍一下这边的菜，哇，好像还有摆盘呢，那么漂亮，胃口大开。你看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什么香蕉哎？香蕉煎饼之类的。这个名字叫，这个名字是什么？妈的，去爬山，懂了吗？哎，啊，间接的骂人，妈的去爬山，来啊！要带我们检视一下这里的厕所如何。走上去。厕所打开，随便打开一间，男性小便斗，哎，那女生这是那种男生的。女生在里面是不是？这里啊，很这好啊，些男的啊。男生的很棒啦。不要拿错那别加。饭。啊。
等下帮我装饭。哎，这不是我的位置吗？真的对哦。塞，他的手机先吃吧。是，搞不清楚。好了，赶快吃。哎，我们要不近一点？我们要不近一点？向阳山屋共有70个床位，高度约海拔2850公尺，木质上下铺，对号入座，床位配有软垫与遮帘，但是 John 睡起来还是太硬。今天7、8点就要入睡，明天凌晨2点起床，3点要开爬，考验才要开始。到底雅令跟 John 的嘉明湖之路的挑战会是如何？我们明天见分晓。